仰式太極拳之2.24至26，左右分腳，轉身蹬腳。我們這裡的太極拳動作，並不強調您的手要動到什麼角度，相對的是要您懂為什麼要這樣做。我們會從武術上的要點及基本用法，乃至於高階的用法，讓您知道太極拳就是一本書，而且這些動作就是在傳遞着拳理。嚴重警告，這裡所有的動作最好請專人指導，操作時需緩和柔力，不可做不出還硬做，這樣容易造成對手的受傷。由於我們說的是武術而非養生，所以希望所有的人能寬容忍讓，這是我老師每次教我時所強調的。我老師每次都會提及韓信能受胯下之辱，及宰相肚裡能撐船。另外特別說明一下，由於我本身左手斷過沒接好，所以經常的左手會不到位，特別說明一下。我們先看打拳的形。必須注意的是，傳統的腳的用法，基本腳不過腰，就是腳踢的高度不會超過腰部，因為過腰就容易有被擒或摟的風險。在實際使用上，只有少數會到胸口位置。為何如此？只要您仔細看我們之前用法演示，就會發覺，其實太極拳用時，兩個人的距離都非常的近。起高腳難，所以太極拳多為低腿，少半勾踩頂等或起膝。現在稍微正一點，剛才有點歪掉了。OK， 好。另外，以前年輕時在分腳這個動作，其實我會做發勁，就是手腳同時發勁，手掌拍擊腳背，同時迅速吐氣發聲。現在久未做，也做不出來了。再次強調，做不出來不要強做，保護好您的對手。這些最好都是借由手把手的教導比較好。我們先介紹踢腿，在太極拳練習的是正踢，但使用時除了正踢外，您可以轉身做斜踢。正踢我們通常說踢的位置為1膝蓋，2下陰，當然還有其他的，我們放在後面的分腳。膝蓋不用懷疑，我曾經膝蓋受過傷，因為就是練武，所以認為自己很強，暖身不夠就直接在很冷的地方爬不適合的梯子，一節就一般2節高，然後受傷，算輕微，但打拳及下樓梯就很辛苦，而且治療好久才復原，而且心裡就有陰影，所以打拳姿勢不敢蹲太低。至於撩陰，在太極拳是最基本款，其他還有，只是這個的攻擊性，傷害最高。由於撩陰是國術中很基本的招式，所以學國術的人就必須防備，
也就是有毛就要有盾的概念。當然的，很多人會說用手就2隻，只有最基礎的武術才會跟您這樣說。在高等的武術，要您養成習慣，從姿勢上着手，也就是您的站姿要能夠防備，通常在於弓步，如照片，也就是膝要往內扣。当然的，假如您練的是養生的，那就是中門大開的戰法。對於練武的人來說，那叫不要命的戰法。所以拜託，假如戰法是中門大開的，千萬不要自稱能實戰，那只是養生推廣版，光站姿就能夠直接區別，不必去討論大小架。這也是我一開始沒提弓步的原因，因為一堆人會稱這是某大師所教的，你敢質疑？所以我們才會一直強調全理，要您自己好好想想。所以在楊澄甫大師的書，在最後就透過董英傑之手，指出如何辨別真太極拳。就是能用太極之法發人，以及能講清楚全理的。其實這兩個是綁在一起，而且主要是全理。簡單說，全理就是要您去想合不合理，去試合不合理，而不是某大師說。再回來看手，雙手回抱後，往上往外繞圈劈出。意味着手腳並用，用法上可以時序錯開，可以手先腳後。我們先看手的用法。再來就是轉身，一般解說是身後有敵人，轉身速踢，以1對多的概念。但其實這個轉身從另外一個面向很有用途，轉身並不是用身體轉，其實是用踢出去的腳回勾時所造成的轉身。重點就是為何要回勾？回勾就是防禦性攻擊。當您做分曉，對手閃過，趁機要踢您時，手要阻擋來不及，就只能用踢出去的腳回勾，並勾下對手的腳。亦可在我踢腳時，對手用起膝以腳阻擋，被擋時我用勾腳反帶。在後面的蹬腳就是個連續動作。勾後讓對手失去平衡，同時往對手的另外一隻腳蹬去。另外，迅速回勾也是在防止對手以摟膝咬步對應我的分腳。另外，在這個轉身，請記得用腳尖着地。我們有年紀的，為了平穩，會用腳跟，甚至分成2步。在平地沒問題，如在草地，您將會發覺用腳跟會有問題。草地較不平坦，用腳跟旋轉，腳尖又不可能翹很高。若腳陷於凹處，腳尖勾到地上凸起，或是較強韌的草，這時等於腳被擒住，並被強制扭轉，這時腳踝一定受傷。這個就等效轉身時被卡住扭轉的狀況。
腳被卡住，就如同腳被擒。想要測試，請盡量的輕跟慢，切記對手一受不了就要馬上放掉。其實到第二趟的講解內容，已經遠超過很多門派的拜入師門的規格，而且已經讓我覺得有該不該說的疑慮，所以恕我有些保留。不過這些被保留的夠認真的話，日後都會自行知道。假如您對我們的影片有興趣的話，也覺得不錯的話，除了訂閱、按讚之外，亦歡迎分享，讓大家認識這道太極拳。想要查看其他影片，可以點擊視窗左下方圓形圖像，就可以進入頻道頁面查看所有的影片。請點擊此處